他穿越第一天差点饿死，第二天用一锅豆子换到第一笔钱，第三天在路边捡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，他以为自己捡的是麻烦，结果捡到的是一个能改变他命运的冷面将军。许清河在睡梦中被吵醒，再拖下去人就不行了，快去请郎中，我可怜的青儿啊！声音一直传过来，像在他耳边炸开。许清河睁开眼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第一个念头是吵死了。他刚想开口骂人，喉咙却干得发疼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他转动视线，视野里是一间低矮的土屋，墙面开裂，屋顶斜斜的，像随时会倒塌。这里不是他的房间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个妇人突然凑近，脸色憔悴，眼睛通红。清河，你听得到吗？许清河整个人一僵，这是他的名字，可眼前的景象却很陌生。下一秒，记忆如洪水般冲进脑海，山坡、滑落、撞击。他闭上眼，几秒后再睁开，这不是梦，他是真的换了一个人生。再醒来，已是傍晚，屋内昏暗，一个面容憔悴的妇人正守在他床边。看到他睁眼，眼睛瞬间红了。青儿，你醒了。许清河喉咙干得发疼，勉强吐出一个字：水。妇人立刻起身，倒了一碗水，小心翼翼扶他起来，一口一口喂。那动作小心的像对待什么珍宝。许清河心口莫名一酸，记忆逐渐拼凑。他知道了，这具身体也叫许清河，今年15，家中贫困，爹娘老世，上有一个大哥，下有2个弟妹，全家靠几亩薄田过活。最近连年天气异常，收成不好，家里几乎断粮。原主今天上山挖野菜，不慎摔下坡，昏迷不醒。他沉默了几秒，心里只剩一个想法：这穿越的开局是真的地狱。第二天一早，许清河就被饿醒，肚子饿得发疼。他撑着坐起来，屋内冷清，墙角堆着几样破旧农具，床是木板加草垫，连被子都薄得可怜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接受现实，既然回不去，那就先活下去吧。这时门被推开，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探头进来：阿姐，你醒了。声音小心翼翼，像怕吓到他。许清河看着他，记忆浮现，这是他三弟许小安，才刚满8岁，瘦得像根柴。他笑了笑说：醒了。小安立刻跑出去喊：娘，阿姐醒了。很快，一家人都围了过来。爹许大山满脸风霜，手上都是裂口；娘林氏眼下青黑，明显没睡好。大哥许景川沉默寡言，但看他的眼神满是关心。还有一个小妹妹许小河躲在娘后面，偷偷看他。这一刻，许清河忽然有点说不出话。这种被人紧张、被当家人看的感觉，他穿越前几乎没有。他低声说：我没事了。林氏眼泪直接掉下来。午饭时间，桌上只有一锅稀的能照见人影的粥，还有几根叶菜。许清河看了一眼，心里直接有了答案。这个家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他拿起碗慢慢喝，味道淡的几乎没有。小安和小何却吃得很认真，甚至还把碗舔干净。他放下碗，忽然开口：我们明天去集市。一家人都愣住。林氏有些不安说：去集市做什么？许清河眼神稳定：赚钱。夜里，他躺在床上，开始梳理思路。他前世虽然不是什么大厨，但基本料理都会。而这个时代技术落后，很多东西都还没被利用。他很快锁定目标：豆腐成本低，需求高，制作相对简单。关键是这里的人还没普及。隔天，他带着大哥进城，用家里仅剩的铜钱买了黄豆，还有石膏粉。大哥一路都很沉默，最后忍不住问：真的能赚钱吗？许清河看他一眼：能。许清河没有再犹豫，回到家就开始动手，洗豆、浸泡、磨浆、煮沸。
整个过程他做得熟练又专注。大哥在旁边看得发愣，这真的能吃？许清河没有解释，只是把凝固好的豆腐切开，白嫩细滑，带着淡淡豆香。他直接切一块递过去，试试看吧。徐景川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咬了一口。下一秒，他愣住，这个好吃。那一刻，许清河就知道成功了。他带着几块豆腐进城，一开始没人买，甚至有人嫌弃，这白白的东西是什么？看起来就没味道。许清河没有急着解释，直接现场做了一道，请大家试吃。简单调味，加盐、蒜、野菜，香味很快散开。第一个人试吃一口后，瞬间就把碗里的豆腐扫光。第二个人围过来说他也试试，真有这么好吃吗？不到1个时辰，全卖光。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铜钱，满意的笑了。回城的路上，天色渐暗，许清河本打算抄近路，却在林子边停下，有股很淡的血腥味。他皱眉，本能告诉他不要好奇，但他还是走了过去。草丛后面有一个男人倒在地上，受了很重的伤，脸色苍白。他蹲下，刚要伸出手拍他，手腕突然被扣住，力道极重。男人睁开眼，目光冷得像刀。谁？许清河皱眉说，打算救你的人。片刻后，男人松手，直接昏了过去。许清河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。他没有丢下他，是叫来大哥一起把人抬回去。林氏看到人，直接吓到，这是谁？许清河淡淡回答，捡到的陌生人。男人醒来已是3天后，第一句话不是感谢，为何救我？许清河笑了，却没说话。他看着他，先报个名字。男人沉默片刻，像是在衡量什么。裴燕，声音很低，像随口给的一个名字。许清河没有追问真假，只点了点头。好，裴燕。男人看着他，目光深沉。我不欠人。许清河点头。好，我救了你，那你帮我做事1年。男人沉默了一会，点头说可以。许清河没有再多问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个人绝对不简单。男人伤势恢复得很快，许景川看着他，有些警惕。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男人只是淡淡说，会一点本事。许清河在一旁看着，没有拆穿，但他注意到了，这人站姿笔直，出手干净利落，不是普通人。村里很快就传开了，许家那丫头不知道从哪弄来个男人，还天天往城里跑，赚什么钱？怕不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。几个妇人站在村口说的热闹，许清河正好路过，手里还提着刚卖完的豆腐钱。他停下脚步，看了他们一眼，你们这么闲，不如来帮我打工。其中一人冷笑，谁稀罕你那点东西？许清河直接把布包打开，铜钱碰撞声清脆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这是今天卖的，一天就赚到这么多钱。那几个妇人脸色瞬间变了，有人忍不住问，怎么可能？许清河收起钱，淡淡说，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。他转身就走，背影干脆利落。他直接租了个小摊位，不再只卖豆腐，开始做凉拌豆腐、豆腐拌野菜、蒜泥豆腐。香味一散开，整条街都被吸引过来，排队开始出现。有人一次买好几份，有人直接问能不能预定。许景川站在旁边收钱，手都有点抖，这钱来得太快了。某天收摊后，一个壮汉来找麻烦，这条街是我们管的，想摆摊得交钱。许清河还没开口，那男人已经站了出来，只是看了对方一眼，壮汉脸色瞬间一白。你是？男人没有说话，只淡淡看着他。壮汉退了一步，然后直接走了，连钱都不敢要。许清河眯了眯眼，这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夜里男人坐在院子，月光落在他身上。许清河走过去，你到底是谁？男人沉默了一会，低声说，
等我伤好，我就会走。许清河笑了，你欠我1年。男人看着他，目光第一次出现波动。我不会食言。许清河点头，没有再问。许清河的生意越做越好，村里人看在眼里，有人羡慕，也有人开始不安分。这天一早，他准备出门，却发现门口的豆子被人泼了水，全坏了。许小安气得眼睛都红了。谁干的？许清河没急着发火，只是蹲下看了一眼，水还没完全渗进去，说明刚做不久。他站起来，人还在附近。话音刚落，裴燕已经转头看向墙后，一个人影被他直接拖了出来，是村里的李二，脸色惨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许清河看着他，不是故意，那是什么？李二吓到，说不出话。许清河没有骂人，只是开口说赔钱。李二一愣，我没钱。许清河点头，那就干活抵债。李二被留下来做事，原本村里人还在看笑话，结果第2天又有2个人来了。我们也想试试。许清河看了他们一眼，没有拒绝。他把手上的活分摊出去，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。集市上开始有人模仿他，味道差很多，但价格更低。有客人开始动摇。许景川有点急，这样下去生意会被抢走。许清河却很冷静，让他们学得越多越好。当天晚上，他调整配方，加了新做法，味道直接拉开差距，排队反而更多。而那些模仿的人没几天就撑不住了。夜里，许清河在院子里画东西，木板上是简单的图，水渠、磨坊、储藏。裴燕站在一旁看着。你想做什么？许清河头也没抬说，村子有些人看着眼红，就会搞事情，那我要让整个村都有钱赚。裴燕看着他，这不像一个普通农家女子会说的话。几天后，城里来了一队人，不是买东西的，而是找人的。许清河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些人训练有素，不像普通差役。他下意识看向裴燕，裴燕神色不变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今天提早收摊。许清河确定了一件事，这些人是来找他的。回村路上，风带着一股干燥的味道。许清河想着，豆腐已经稳定了，但光靠豆腐还不够，他需要新的东西，能够赚更多钱。走到山脚时，许清河忽然停下，地上有一片低矮的野草，叶子细长，上面还挂着些微黄的小果子。那果子圆润带点椭圆，外皮微黄泛青，边缘还有细细的绒毛。许清河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野生酸枣。村里人其实早就见过，只是嫌它酸涩难吃，平常连摘都懒得摘，更别说拿去卖钱。许小安跟在后面。阿姐，怎么了？许清河没有说话，直接蹲下来，摘了一颗放进嘴里，微酸微甜。他眼睛瞬间亮了，这东西可以做果酱。他立刻开始采。小安，全部摘，这个可以卖钱。许小安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跟着采。2人很快装了一篮。回到家后，许清河直接动手洗净、去籽、捣碎加盐。他没有一次做太多，也没有直接拿去卖，而是先配着豆腐，做成一份新的吃法，酸甜开胃，比单纯蒜泥更有层次。第一个吃的人愣了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许清河淡淡说，新口味。那人点头，再来一份。不到半天，这种新口味直接完售。有人甚至专门来问，那个酸甜的酱还有没有？村里的人看到他们在采果子，村里的张婶手里提着一篮酸枣，有些犹豫地站在门口。清河啊，听说你最近在收这个？许清河抬头看了一眼，你哪里听说的？张婶愣了一下，大家都在说。目光落在那篮酸枣上，果子大小不一，有的还没成熟。收。张婶眼睛一亮，真的？多少钱1斤？许清河没有立刻报价，这东西酸涩，
还要挑过，不是拿来就能卖，3文钱1斤。张婶愣住，这么的？许清河看着他，你可以不卖。张婶犹豫了一会，最后还是咬牙点头。当天下午，许清河把做好的酸枣酱分装，隔天带去集市，1罐15文。有人看了皱眉，这么贵？许清河没有解释，只是把酱舀一点放在豆腐上。那人吃完后直接掏钱，给我2罐，不到半天全部卖光，3文收15文卖。中间的差价让许景川看得整个人都愣住。这……许清河只是淡淡说，这才刚开始，来卖酸枣的人多了3倍，有人一篮一篮送来，甚至有人连没长大的都拿来。许清河直接开口，坏掉的不收，太绿太小的也不收。他开始定规矩，品质、价格、分级。夜里，裴燕看着一排排酸枣酱，他不只是赚钱，他还让整个村子开始依附他。